好，各位，我们今天来开箱 Hover Air X1 Pro Max。那今天开场之前呢，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吧，也来开箱过这一台叫做 Hover Air X1。那这一台呢，几乎是它的小老弟啊。没想到过了没多久，出了这个 Hover Air X1 Pro Max。那这两个的体积真的落差是蛮大的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实际的体积。那这一台以前的 Hover X1 它是没有办法做折叠的。那这一次新款的 Hover Air Pro Max 它是可以做折叠，所以收合起来的大小，我的感觉是差不多大。这是收起来的大小，展开后的大小是这样子的感觉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基本上这一支 Hover Air X1 能够做到的 Pro Max 也都办得到，甚至比它还要再更强。如果你对这一台也有兴趣的话，你可以点击资讯栏去看一下我们上次开箱的影片。如果你只是简单记录拍摄，我觉得这台也不错。那我们来试一下，如果你喜欢更激烈的超价，甚至更精准、更高画质的影片的感觉的话，那也许这一台会是你不错的考量。我们来帮大家测试看看。好，我们今天测试之前，先跟大家讲一下它大概几个重要的参数哈。这一次它的重量呢来到192.5，那跟上次100克底下当然有重了不少，但是因为它加强蛮多的功能，这也是难免的。那再来就是整个飞行的速度的提升了非常多。在官方的数据来讲，它是可以来到42，最快每小时42，最高的瞬间加速可以到60，所以这一次跟随的速度能够提升到非常多。待会我们来测试看看。再来还有一个蛮特别的是，之前的 Hover Air X1 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插记忆卡的，这一次它有保留了 SD 的卡槽。那在旁边的这个 SD 的卡槽，最高可以拓展到1TB 的 SD 卡。那内建也有64G， 也就是说你自己光插记忆卡或不插记忆卡，使用上都会蛮方便的。但我自己在实际的使用上来讲，其实内建的64G 在它拍摄的时间内也不容易把它拍完，所以你有时候外出忘记带记忆卡，光靠它里面64G 来拍摄，我觉得实际上也是蛮足够的。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，在前面的部分它有一个显示屏幕，这个显示屏幕呢，它会有很小的图案来显示目前你的拍摄模式哦，比如说环绕啊，比如说悬停啊，比如说跟随，它会有语音提示你之外，还能够在屏幕上直接告诉你目前的模式是什么。那我觉得这一点是蛮方便的，也是这次蛮重点的一个提升。好，另外呢，这一次它的感光元件也升级，来到了1.3英寸的感光元件。那1.3英寸的感光元件同级类别有哪一些？跟大家讲一下，有 DJI 的 Air3、DJI 的 Mi 4 Pro， 甚至 Flip 很多的这种比较高阶的空拍机也用这一个感光元件。那它镜头本身是用16mm 的广角镜头单颗镜头来做，它的拍摄规格最高有来到8K 30帧，也是现在全世界第一台口袋型飞行相机里面最小，而且第一台拥有8K 30帧的飞行相机。在慢动作的拍摄上来讲，它有支援到了4K 120，所以这些大小你要拍慢动作，或者是你要拍基本拍摄，或者是比较大级别的这种高画素的拍摄，它基本上都能够支援到你所要拍的东西。那再来就是拍照的画素最高也来到4800万画素，在整个照片的画素提升上也来得非常高。再来它的颜色的配置模式，呢，它除了支援了 HDR， 还有支援了他们自家的 Hover Cine， 也就是说在 Hover Cine 的情况之下，它有支援了10比特的颜色模式，在后置调色的延伸度也变得非常的广。这一次的升级真的非常的不错啊！除此之外呢，它这一次还升级了一个叫全地形技术了。就我上次在使用 Hover Air X1 的时候，它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在水面上是不能够飞的。但这一次呢，升级了全地面的技术，也就是说你在水面或者是雪地啊，或者是说悬崖地飞行，地面技术的升级，我觉得可能是一个蛮大的亮点。这一次非常特别的一个升级，就是它有了这个遥控器。那它遥控器有3个形态的模式，它有单一个信标，或者是说你可以单摇杆，或者是传统式操作的一个模式。那这个信标很特别，这一次它在搭配上来讲，还搭配很多的这种小工具，让你可以做
所谓的 Hover Link。Hover Link 就是它可以直接与空拍机有一个讯号的连线，在跟随上不容易让你的讯号丢失。也就是说，视觉上无法判定了，它用讯号来判定说你的飞机的位置在哪里，加强你跟随的这个完整度，让跟随变得比较不容易跟丢。那这个东西它还附了很多小配件，你可以把它夹起来。夹在你自己的胸前，或者是夹你包包，就可以在胸前这边。那它会有一个信标，会让对着这个信标去做所谓的跟随，或者是说你也可以看一下现在即时的画面，画面当中显示出来现在的空拍机现在跑到哪里去了，可以做即时的跟随，还可以做即时的控制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一样来帮大家测试一下跟随。那它的拍摄模式很多，那拍摄模式如果你想看的话，在上一次的开箱影片里面，几乎有的模式都有，比如说环绕啊，然后跟随啦、侧跟啊等等，几乎都有。那我们来跟一次，就是它这次的跟随速度因为提升了，所以我这次一样跟我们的 Wilson 借了一次同样的一台摩托车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上次的影片跟这次的影片，大家就可以比较一下它的感觉差在哪里。所以我就不多做比较，我就是直接让大家看实际跟随的感觉。那待会我替大家测试的影片呢，会是 4K 60帧的影片，然后用的是 Hover Cine， 然后我们的跟随待会跟两个，一个是后跟随跟前跟随。不使用 Hover Link 信标的情况之下，我们来看一下它，感受一下它跟随的速度怎么样。那我们把它开机起来。好，那我们开机起来之后，一样在这边呢就可以选择跟随模式。我们现在就把它选择在跟随。那它一样会有所谓的距离的高低跟的距离，我选择是中跟高的跟随。那你就平视着你的脸按下去跟随，它就会开始。但它的指示灯也会显示成红灯，代表它开始录影了。这样子就开始了，跟上次的 Hover 是一模一样的。那它开始就跟随我，简单的看一下，有了。好，那只要再回来，就给它收回来。操作模式是跟之前的 Hover 是一模一样的。这一次的 Pro Max 里面啊，有多了一个跟随模式，叫骑行跟随。之前的模式只有一个是跟随，所以这次有多了滑雪跟随跟骑行跟随。我们这次就是骑摩托车，所以我们直接选用骑行跟随，直接来跟一次给大家看。走吧。好了，我们要走了。太夸张了啦！我刚刚骑很快哎，这个速度真的差很多，真的差很多，速度真的差很多。上次的速度其实只要吹快一点，就大概会开始跟不到，甚至会不见。那我刚刚因为我们在蜿蜒下来的这个速度啊，我觉得我在这边的速度有故意给它吹开，大概有30到40，因为这停车场我们还是不能太快。但是我有感觉到它就一直在后面绕来绕去。如果速度吹上去，它马上跟随回来，这个有惊讶到我，这真的有惊讶到我，蛮厉害的。我们试试看看正面跟随，超级正面跟随，因为它背后有避障，但侧面没有，我有点紧张。但是就上次的经验来看，摔是比较不用怕啦。好，体验看看超级正面跟随。那要注意一下，就是它红灯亮起来，代表就开始录影了。跟着怎么样？等一下，前面摔到。
等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撞的呢？我们倒播回去看看，刚刚到底发生什么事。跟着怎么样？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应该就是侧面。还是跟上次一样，侧面是没有避障的啊，各位。如果你使用这台空拍机，一定要小心它的侧面是没有避障。但是有没有怎么样呢？我们来看看，它的超级正面跟随刚刚撞到杆子，然后它前面就好心痛哦，受伤了啦，受伤了，有点力道，因为飞太快了，然后后面有一点擦伤。但是其实本体是没事的，就是开始有一些擦伤这样子，因为它的这个材质其实是防摔的材质，但是就是有一点擦伤的。我们看一下装上去是不是头好撞撞，还可以啦，没事，纯粹擦伤。后来发现啊，它的外观除了一点擦伤之外，它还是能够正常开机，完全没有事。我觉得全自动的飞行相机啊，有这种防摔材质真的蛮重要的，因为你在外面真的还蛮容易遇到这样子的意外。对于耐摔，我觉得 Hover 是真的做得还不错。好，我们刚刚试的呢是 4K 60帧的跟随，七星跟随。那七星跟随它有分为近的、跟中的、跟远的。我刚刚用的是中，我想试试看看近的，它能够多近，然后走平拍的模式，就是有一点就跟着我的旁边这样拍，来试看看近的跟随，因为近的跟随我才知道到底能不能把它甩开啊。OK， 试看看。太扯了，太扯了，太扯，真的太扯！我刚刚速度又比刚刚，我又故意玩来玩去。我刚刚骑的路线是故意小小的，稍微蛇行一下，然后去看它怎么状况，然后我就绕路，中间还那么多柱子这个骑行跟随有夸张。我跟你讲，你如果是骑摩托车，这个可以，这个真的可以。骑自行车、摩托车背后跟随可以，正面跟随刚刚又撞了啦，所以正面跟随因为背后避障的关系，但是背后跟随真的很强。摩托车的旅行记录、自行车旅行记录完全没有问题哦。而且我们今天还没有使用 HoverLink， 它的信标我们今天还没装上去之后，它的粘着度会更高这真的有惊艳到，很棒，很不错。好，各位，刚刚那个骑行跟随呢，我们用的是中跟近，然后我觉得它跟随就蛮厉害的。可是其实你知道吗？它还有这个叫做信标。那这个 Beacon 信标呢，它就是会传达讯号，跟空拍机跟我们的 Hover AX1 有做连结。那连结呢，它可以用讯号判定它的跟随的准确度，可以再更强。我待会试着打上信标之后，加上信标之后，我们来试看看，我用骑行外撞的方式来绕那个路。会怎么样？因为我觉得刚刚这样子已经蛮夸张，已经蛮厉害的。加上信标怎么样，我不晓得。那给大家看一下，它这个会有一些官方的配件，我觉得它做的蛮可爱的。那这个配件呢，就是你可以把它架上去，加上去之后呢，就可以在车子这里把它勾起来，就可以变成这样子的信标。那它待会就可以显示，就是空拍机的画面。你有这个信标，可以看即时的荧幕的画面，就不会怕说到底空拍机在或不在。所以这个信标有2个目的，就是一个可以做所谓的连结，让你的跟随更准确；再来就是你看到空拍机在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，我们把它连线起来。好，连线一下。好，你目前就可以看到这个是可以录影的画面，然后你目前这个点下去，你目前的跟随模式就可以看得到，你要骑行跟随、滑雪跟随、
骑行跟随就可以跟。那在左上角这个上面有一个连线，就是代表你的 Hover Link 已经连起来。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小画面，你按下录影，就可以启动目前的录影。那我们把空拍机飞起来。好 ，OK， 目前都看到我们的画面。目前我们就是有 Hover 的这个信标，然后跟它的空拍机连线的情况之下，它的跟随会再更加成。我试着再把路线乱骑看看，我是为了测试哦，各位。好，试看看。最后这个信标搭上跟随的时候，我发现它的粘着度变得更紧了。不过这还不是信标它唯一的功能，这个信标呢还有搭载的麦克风的功能，所以以往我们这种空拍的画面是没有声音的。如果把信标的声音档搭进来，可能会更有临场感哦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的 Hover 飞到快没电了，这时候信标呢就会启动低电量警报。我觉得这个还非常不错诶。上次因为就没有这样子的警告，飞到后来没电了，我都还不知道它在哪里了。这一点是相当不错哦。好，刚刚的跟随其实我觉得这个进步的幅度有吓到我，因为我上次在用 Hover Air X1 的时候，我的感觉是我有时候在骑的时候我不能太快，我怕它不见。但是我刚刚的感觉是，它真的是黏着我，然后黏得很紧有一点惊艳到。那这个我觉得你如果是骑行的这种创作或拍摄或记录的话，自行车、脚踏车可能应该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尤其是背后跟随。正面跟随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撞柱子的风险，这个就大家自行考量。因为我们刚刚也试了一下就撞了，那它是没事啊，但是有点擦伤啊。而且刚刚还发生一个小插曲，就是它没电了，然后这个信标就会通知我它没电了，然后我赶快回去。因为空拍机就没电，它就会停在那里，或者是返航。然后它通知我没电之后，我才可以回去说，找到空拍机的位置。所以这个信标还可以加强说，真的机器不见了，至少它还可以找到位置在哪边。所以我觉得这个还不错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遥控器的第二个形态是可以做成是有点摇杆，体感是摇杆的，有点像是微穿越机的感觉。试看看。那首先我们先把这个信标拿起来，那这个是它的右手的，然后把它架上去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你就会有一个是摇杆的状态，有点像是以前那个游戏机 Wii 的感觉。然后它后面这边有一个按钮，那这时候你的左跟右就是控制飞机的左右，然后往前跟往后就是它的前跟后。我们来试看看。手动控制。好，看到手动控制了。好，你目前看到就是画面，那我们就可以让它起飞。好，我们现在用的是摇杆的模式，单摇杆模式。这个摇杆模式上面有一个摇杆，它可以控制它上、下、上、下，这是摇杆。然后左跟右呢，就是旋转，左，然后跟右，它可以做旋转。那这边你也可以直接控制它录影。好，我们控制它录影，它之后灯就亮起来了。后面这个地方按下去的时候，它就会有体感的功能。好，看一下哦，前、后。前、后、左、右、左、右，我们来飞看看小穿越机的感觉。那这个时候上面有画面给大家看一下。往前，嘿，好，往前，嗨。蛮酷的啊，这就是摇杆模式。这个摇杆模式应该也是目前没有几家空拍机做到的方法。我觉得这个蛮好玩，但是要习惯一下，习惯它的摇杆跟习惯它的体感，这个蛮酷的，真的很酷。
各位，这是我们的第3个形态。接上手机之后，你可以看到更大的画面，几乎是用一个传统空拍机在遥控的模式，连操作模式都一模一样。那连线上去之后呢，它空拍图传距离是1公里，所以距离上你要自己稍微抓一下。还有就是它的飞行时间呢，官方是说16分钟，所以我大概抓的是12、13、14分钟是差不多了。飞行的时间你要自己稍微抓一下。我们飞上去给大家看一下，起飞。一样，它也会有做返航的设定，它也会记录你返航设定。我们记录一下我们的中科的桥 ，OK，Go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回来了。那经过了大概这2个礼拜左右的测试，它其实跟在我身上蛮久的。那我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。我觉得这台空拍机啊，它的定位啊，应该就在于是从入门玩家，然后往专业玩家这个过渡期，你可能会想要升级的一台机种。然后我觉得它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缺点，它的几个缺点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因为它的拍摄的模式实在是蛮强的，有到8K 嘛。我现在也没有实际的常在用8K， 因为8K 来讲，第一个你在做转档还有储存上相对比较麻烦。当然你在剪辑上有裁切的一些弹性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在实物上也没有很常使用。所以这个8K 来讲，因为它也只有支援到8K 30帧，所以我觉得相对它也比较耗它的记忆体，所以我就比较没有在做使用。我比较喜欢就直接用4K 拍啦，这个跟大家讲一下。那另外就是说，在专业模式里面，常常我有时候飞出去，然后我就会以为我手上操控着一台像这种同级机种、中高阶机种的空拍机，然后我就会不小心给它飞太远，然后它的图传距离只有1公里，所以有时候有发生过几次图传就不见了。因为1公里事实上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啊，所以它还是有一个距离上的限制。所以图传上来讲，我觉得如果图传可以再更远，就更好了。再来就是我觉得，因为我在这几次试当中，我有时候跟随，有时候自拍嘛。那我在用专业模式当中，都会有那种，你都已经拿这样子专业的这种遥控器，然後空拍模式，就有时候会用比较专业模式来飞它嘛，然后就会觉得说它的飞行的时间如果可以再更长一点，我就更完美。我觉得。当然，你说机身那么小，设计要飞那么长，可能难度有点高。但是我觉得，也许可以设计一个高容量电池，然后让它的飞行时间更高。这是我的小意见啊。那 Harvard 如果看到的话，也许可以考量一下，可以再不改变机身，这样改变电池的配置，让电池的容量再高一点，也许可以再飞更久。然后飞行起来可能就比较不会有这种电量焦虑的问题，大概是这样。优点就是它的跟随真的非常厉害，我几乎可以说，现在市面上的跟踪的机种，目前应该在背后跟随的这一段，我几乎可以大胆的说，应该没有人能够赢得过它的这种跟随速度。你说大疆或者是其他的，目前在看它的跟随的那种抓的那种牢固度、利落感。真的目前看起来，我自己尝试拍完之后，我发现真的是有惊艳到，真的是惊艳到。我怎么夸张，它怎么就甩不掉的状态。然后速度我们也尽量吹到就是停车场最高的一个速度。那我觉得速度它这次官方就10到60，我觉得真的有惊艳到。背后式的跟随这种，我觉得可能滑雪应该也会蛮厉害的，这我是猜想啊。基本上我是觉得它是真的具有了这种自动飞行，又具有专业空拍飞行模式的很特别的一个综合体，再加上它新的那个遥控器，真的让人家觉得很惊艳，所以也很开心啊，能够在这种已经在2025年了，有这种不同的空拍机，然后加入这个整个空拍战局，也很期待它未来的发展。
好啦，今天评测就大概这样子。最近做评测真的也蛮辛苦的，因为最近我就用在弄新的工作室，这个之后有时间再拍影片跟大家分享，所以就搬家又处理工作室的事情，有一点忙啊。好啦，那对于这个空拍机你有什么样的想法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这一集的评测内容的话，也别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就会收到新片通知。我是 Ken 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